外卖小哥被卡车撞出10几米远，司机下车后不赶快救人，反而觉得自己才是最倒霉的人。更可恨的是，男人用最后一口气向司机发出求救，结果司机看向四周，发现没有监控后，快速跑回车上又倒了回来。后来法院判决这是一起交通意外，而司机也只被关了1年2个月就放了出来。死者母亲向司机讨要说法，司机不仅态度嚣张蛮横，还把老人推倒在地。然而司机并不知道，他已经被地下判官阿伟盯上。到了晚上，司机独自在澡堂泡澡，阿伟一把抓着他的头按在水里。不出意外的话，5分钟之后，司机必将当场溺粉。 내가 누구냐고? 너 잡으러 온 귀신이다 이 새끼야. 白天他是普普通通的小警察，晚上就化身地下判官除暴安良。只要是逃过法律制裁的罪犯，最终都会死在他的手上。比如这个胡子拉碴的胖子，当着男孩的面打死了他的母亲，后来伪装精神疾病只判了3年。如此不切实际的判决，在男孩心里种下了复仇的种子。12年后，男孩通过努力当上警察，但胖子不知悔改，依旧到处作恶。仅仅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就把司机师傅狂揍了一顿。 不过不用担心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长大后的阿伟就站在不远处，他的目的很明确，既然法律制裁没用，那就以暴制暴。阿伟一路尾随胖子，选择在四下无人的胡同动手。然而，当胖子看到阿伟弱不禁风的样子后，率先出手，结果被阿伟一记重拳干趴在地上，还没等缓过神儿，又挨了一脚。这一脚20年脑血栓都能被踢通畅。胖子爬起来，从口袋里掏出指扣戴在手上，然后发起反击，但依旧还是不敌阿伟的重拳。 이 새끼로 남아있어줘서随着胖子被解决掉，至此拉开了阿伟以暴制暴的序幕。他在电视上看到2名混混闯入民宅内强行大便，户主上前阻止后反被打成重伤。混混不但没有做出任何赔偿，还买通法院驳回了受害者的诉求，甚至扬言要报复他们一家。闻听此讯，阿伟立刻赶到受害者家里。此时2名混混正对着受害者家的窗户撒尿，阿伟用木板挡住窗户，然后向混混发起攻击。 第2天，他又看到一则关于性侵的新闻。男医生侵犯女病人，不仅没有被逮捕，甚至连医师执照都没被吊销。于是带着愤怒来到这家医院。进屋前1秒，男医生正要对麻醉后的女病人下手。阿伟将男人按在桌面上，然后打入超剂量的麻醉剂，男人瞬间失去理智，晕倒在地上。 의사 말고连续发生这样的事，让记者金杰敏锐地察觉到，如果这些以暴制暴的事放在电视上进行公开播报，那么收视率一定暴涨。果然，正如金姐预想的那样，信息一经公布，就赢得了无数群众的支持。为此，群众还特意给阿伟取了地下判官的称号。为了能继续爆火下去，金姐对阿伟所做的事深入研究，发现他惩治恶人的时间节点都是在周末，于是吩咐同事们做好直播准备。然而，连续等了2周，始终没能捕捉到关于阿伟的任何信息。在所有人陷入焦躁不安时，金姐又想出一招，那就是利用7年前的石允案来引出阿伟。 고심 끝에 범인의 신상을 공개하고자 합니다. 아동 성범죄자의 이름은 바로 정덕흥.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，朴伯昌身份被曝光以后，不仅没等到阿伟，反而给石允再次带来了危险。朴伯昌戴着头盔，伪装成外卖员，来到石允家门口，结果碰上了巡逻的警察。警察看他鬼鬼祟祟的样子，于是让他打开餐盒接受检查。没成想，朴伯昌直接抽出一把刀。 正所谓1寸短1寸血，朴伯昌刀刀致命，很快警察就败下阵来。就在这时，2人的打斗声惊动了石允，他打开门的一瞬间被朴伯昌揪了出来。石允在前面大声喊着救命，警察则在后面拽着朴伯昌的狗腿。慌乱中，石允挣开束缚，快速向楼下逃命。然而快要到达1楼时，被追过来的朴伯昌逮个正着。 그게 왜 너 때문이야? 이제는 나 때문에. 아이씨 나에 죽였으면 지금 이런 일도 없었을 텐데 이제라도 너 죽이고 난 깜빵 가서 남은 인생 편히 살란다 이씨 眼看姑娘命不久矣，阿伟突然出现，一脚踹翻朴伯昌。
평생 반성하면서 살았어야지.与此同时，收到消息的金姐赶了过来。不过等她到达现场后，阿伟已经全身而退。这不以暴制暴的非法正义。接下来，阿伟将继续惩治一个叫彪子的男人。他所犯下的罪让人背脊发凉。身材哇塞的夜店小妹把男人拉到一边，然后问他要不要共度良宵。事实上，男人不仅是个杀人魔，还是名警察，压根儿就没空和他聊骚，而是直勾勾盯着对面的彪子。彪子可不是什么好人。3年前，他和2名同伴抢劫便利店，不仅杀了老板娘，连2个7岁的孩子都不放过。悲剧发生以后，由于另外2名帮凶是未成年，彪子和他们串通一气，把全部罪行都推到了未成年身上。最后3条人命只判了彪子2年零6个月。今天是彪子出狱的第1天，不但不知悔改，还在小弟跟前炫耀法律都拿他没办法。小妹看到阿伟一直盯着彪子，以为他是来买面粉的，于是强行把他拽到走廊，然后掏出一片面粉放在嘴里，紧跟着就啃了上去。在面粉的作用下，阿伟晕晕乎乎，直到第2天才缓过神儿。但这并不影响除掉彪子的决心。经过几天跟踪，他发现彪子贩毒赚来的钱会藏在一个破烂不堪的小屋里。为了在除掉彪子的同时不暴露身份，阿伟先是向缉毒科发了份匿名举报信，然后在彪子车上留下自首的纸条。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，不仅能让彪子成功逃脱缉毒科的追捕，还能把他引回到小屋子取钱。阿伟当着彪子的面把钱扔到地上，然后点燃汽油。彪子见状，拿起铁锹抡向阿伟。彪子这名字听着挺彪，但真动起手来那是一点都不彪。还没挨几拳就晕头转向，阿伟趁机用铁链锁着他的脖子，然后挂在钢管架上。一拳又一拳砸在脸上。这时候彪子终于知道错了，但阿伟可不是来听他忏悔的，直接将他勒死在钢管架上。第2天，彪子被杀的事引起警方高度重视，他们认为惩治罪犯是警方的事，而地下判官根本没有权利杀人，于是成立专案组，全力抓捕地下判官。身为专案组组长的刘能是个狠人，不仅可以一根指头捏弯硬币，还能徒手挪开挡道的汽车。看来阿伟这次要遇到硬茬了。迫于上面的压力，专案组组长刘能带着手下展开大追捕。后来发现抓到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地下判官。另一边，阿伟在电视上看到从小对他很好的奶奶被车撞死。原来1个小时前，老奶奶收完废品回家的路上，因为挡住了宝马车，车主一怒之下直接撞了过去。路人大哥见状，上去拦住车主不让他走，结果车主还挺横，上去就是一拳，但他低估了路人大哥的实力，足足挨了好几十拳。警察赶到现场后，把车主带上警车，而路人大哥因为故意伤害也被抓了起来。很明显，车主犯了故意杀人罪，但法院却把这场悲剧定性为突发意外。看到这，阿伟紧握拳头，已经做好准备为死去的奶奶伸张正义。另一边，专案组组长刘能已经料到阿伟会出手杀掉车主，于是派手下24小时进行监护。不过阿伟也不傻，他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虚假信息引开警察，然后偷偷溜进病房对车主一番警告。 법을 누구보다 잘 어긴 놈이 법을 누구보다 잘 지켰던 사람은 그래서 내가 생각한 건데 어떤 범죄는 범죄로 다스려도 된다고 봐. 等警察发现车子完好无损时，才意识到被阿伟骗了。此时阿伟成功走出医院大楼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车主被另一名地下判官从楼上推了下来。
阿伟看到那人开着救护车准备逃走，于是半路强行挤上了车。他是韩国第2狠的男子，只比马东锡弱一点点，但总有些不长眼的人非要招惹他。장준 씨, 이제 내가 너한테
사람 취급은 해주겠습니다. "此时金三斗已经杀红了眼，拿着大砍刀冲进大巴车里，向阿伟砍去。危急时刻，另一个黑衣人从身后拦住金三斗，可紧跟着他就被连捅了3刀。当阿伟掀开帽子，傻眼了，原来是警校的同学。不久后，大辆警车赶到，金三斗趁机带着小弟疯狂逃跑，阿伟在后面追，结果跑进一个水窖里。此时刘能也赶了过来。眼看正义就要压倒邪恶，不曾想局长出现，连开数枪打死了杀手和金三斗。局长发现子弹打完，他又开启水阀，瞬间阿伟和刘能被大水淹没。阿伟游到扶梯前上岸，快速跑过去撞飞局长。故事的最后，阿伟和刘能以正义之身战胜了邪恶，局长当场力焚，享年60岁。